着街巷，柠檬搭配咖啡，默契却慌张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，蔚蓝清澈。时间铭刻，手心的温热，平行的风就像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人雕刻美好的轮廓，把你所有梦境都加在独家的角色。无论云端海底，只会奔向你，瞬息万变世界，想把你冲击。潮汐涌向岛屿，我坚定走向你，哪怕月落心意。You are the only one, you are the only one。生命镶嵌了幸福彩虹，上演最美的重逢。真正天然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当时有一个大型的快递从上面掉下来，你还记得吗？那边篮球场，我经常看你打球，你总记得吧？我还真没注意过。怎么可能啊！当时你室友陈哥跟我闺蜜柳柳在谈恋爱，你们打球的时候我都在啊，而且咱们几个经常一起聚餐。有一点点印象，不过当时我们好像没怎么说过话。小唐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。我还是希望以后无论在任何场合下，我们不要言语模糊的去引导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。我知道你是怕别人知道之后在背后非议我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啊，对了，晚上同学聚会我约好了，一起去吗？我还有事就不去了，周一行里见。小宁，也不过如此哈。我当年啊，可是校队的第一小前锋，论力量、速度还有技巧，秒杀所有男生。你要是见到当年我的风采，肯定会被我迷上。哪有这么自满自夸的？季先生，你好自恋啊！谢谢啊。你上大学的时候，应该不是那种踩着点上课的学生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都住在教室里的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讨厌。大学的时候呀，每天都会来这个图书馆，啊，这条路往那边走，就是回宿舍的路。就这个地板上哪个地方有坏的，这路边的灌木丛什么季节能够开花，我都一清二楚的。当时其实每天在走的时候就在想，要是能有一个人陪着我就好。我陪着你啊。我呢，现在想带你走完这每一条路，就是希望以后再想起来大学的时光的时候，就不孤单了。你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只知道学习，没有谈恋爱吗？当然没有了。那是因为心里装着那个白月光吧？哼，白月光威力还真大。不相信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就是我们宿舍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阳台还给封起来。怎么啦？你跟这阳台还有什么爱恨情仇啊？你不知道，我们宿舍离图书馆是最远的，每次图书馆闭馆了，宿舍楼也准关门，所以我只能从这个阳台上翻进去。这么用功啊？
你这等于又上了4年高3，离谱。等以后咱们生了孩子，你就能知道有一个爱读书的老公有多重要了。谁要跟你生孩子呀？不对，谁答应跟你结婚了？行，那就不生孩子，这样就没人打扰我们的2人世界了。等咱们老了，就去养老院去。一会儿生孩子，一会儿养老院的，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远了？那是因为在我的人生计划里一直都你害不害臊？不害臊。脸皮真厚。季玉恒，孙晨，玉恒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玉恒，你忘了，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老师呢。还真忘了。哎，这位是？我是他女朋友涂晓宁，你好。你看他，我觉得他最近越来越帅了，越来越帅。要我说，现在就是季宇恒啊，真的是大忙人，太难约了，聚会也不来。他现在确实还有工作要忙，就过来让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道个歉。呀，宇慧还护着他呢。你说实话，你们俩不是单纯的同事关系吧？哎，你都落伍了，他俩在大学的时候啊，关系啊就不一般啦。有吗？我觉得没有吧。就那次在衣角前面，英雄救美，你不记得了？哎，同学，等一下，其实那个挺简单的。小心！没事吧？哦，谢谢。你刚叫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，认错人了。走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没事。怎么回事呀？天哪，英雄救美，就是这撩妹的手段也太老套了点吧？撩妹？对啊，多明显，故意说是认错了，其实啊就是想让你记住他呢。嗨，哎，那个人是不是孙晨的室友啊？长得还蛮帅的啊。你老实说，他是因为喜欢你才救你，还是救了你之后对你一见钟情呢？哎呀，有差别嘛。反正他第一眼看向宇慧的眼神儿，浓烈的爱意呀，波涛汹涌啊！哇，那现在岂不是近水楼台，季宇恒更容易得到月啦？我才来戴瑞1年，我们现在还是以工作为主。我懂了啊，我听懂了，给季行长一些时间，男人嘛，还是要考验。那我就等你们的喜酒了。哎呦，我还早着呢，等着喝你们的。我们也早着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哟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我这路上碰到个老熟人，跟他聊了一会儿。哎，你们猜我碰到谁了？谁呀？嘿，绝对猜不到啊！老季玉恒，哎，就我那室友，想起来没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看到季玉恒啊，正带他女朋友逛学校呢。哎，真的，这小子老行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是不是瞎猜的？对呀，不能有女朋友吧？哎，如假包换啊，他自己给我介绍的，而且啊，人家那女孩亲口承认说就是他女朋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季玉恒看女朋友那眼神，哇，那叫一个温柔的哟。哦，哎，其实一开始我以为玉恒应该是喜欢那种明艳挂的大美女，没想到找了个清醒挂的。嘿，说这。他自己跟我说要跟你们保密的，结果
被撞见了。哦，原来你是知道啊！哦哟，知道，早知道了。我还以为发现个啥秘密呢。孙晨，你迟到了啊，自罚3杯。倒上。 3杯啊！来，好。哎呀，我孙晨啊，今天神明陪君子了。哎，少倒点。马上。我这明天还有课啊，我就先干为敬了啊，不好意思。小心头啊！小青，来。其实大学的时候，我唯一的消遣方式啊，就是来这儿看书。找个没课的时候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个角落，一看就能看上一天。哎，真是小季同学啊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老板，您还记得我？怎么会忘了呢？你上大学的时候，隔三差五就来，这么一帅小伙，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哲学读本，看似低调，实则招眼的很呐。哎，这还是第一次带人来啊？女朋友啊？女朋友。老板，他真的没带过别的女生来过啊？是啊，我还问他呢，怎么不带女朋友来？他说啊，他有喜欢的人啦。我问他喜欢的人什么样，他说，原话我忘记了，好像，哎，就是姑娘你这样啊。我这样啊，唯一有印象的就是眼睛一笑起来弯成一条线，特别爽朗，看着就心情好啥的。您就别开我玩笑了。还害羞了。行，那你们随便逛啊。好，那您先忙。老板说那姑娘就是你的白月光吧？是，但其实我不想知道她是谁啊，不管她是谁，反正现在咱们两个在一起了，就算她回来了，我也不会让给她的。你们俩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小子还挺走运的，错过一个白月光，还能遇到一个同款的。亮了。没啥大事，就是空气开关松了，导致间歇性跳闸。我去洗洗啊。哦，洗手间在这边。我一手的润滑油，不得拿洗洁精搓搓。这么简单？你这厨房下水管道又怎么了？那个不用修，我这厨房平时也不怎么用，不像那个电箱非修不可。我都来了，就一起给你弄了吧。真的没必要，这房子到期了，我也不租了。你说你这个人吧，说你不讲究生活品质，背名牌包，穿名牌鞋，美甲护理周周不落，怎么这日子就过得这么糟心呢？衣服不洗，垃圾不收，那这水管还滴滴答答的。咱们现在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在家里面做点吃的，又不是不会做饭，别整天吃外面的预制菜料理包，那样对身体不好。你要实在是懒得做，就找那什么小屁孩，让他给你做。你也知道那些都是小屁孩，他们也都还是爸妈的心肝宝贝呢，怎么可能为我洗手做汤羹？说白了吧，那些弟弟们对于我就是对于成熟女性的迷恋，再加上我这个人活得又潇洒，出手也阔绰，长得吧也没这么差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呢，就只是逢场作戏，心照不宣罢了。干嘛强迫人家非要跟我过什么日子？喝前摇一摇 Q 弹爆有料的畅清谷物爆珠酸奶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好了，你这个软管坏了，我先拿胶带给你缠上，回头啊，我给你买一根新的。我
我觉得你倒是挺适合过日子的啊。有什么用呢？这么多年，还不是我一个人。那我不也是一个人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独居的时候有多惨。有一次啊，我家的家电坏了，然后呢找房东帮我修，你猜怎么着？他骗了我半个月的房租。还有一次，我家进小偷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吓坏了，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，然后我就听他在那儿翻箱倒柜的，最后他偷了什么走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没什么值钱东西。啊，还有一次，就是在厨房，我进厨房来拿东西，谁知道厨房那个门坏了，然后我就出不去了。手机呢又扔在客厅，你猜最后怎么着？我就是拿那个切菜的菜刀，把厨房那个门的锁给劈了，我才出去的。哎，你不用看，不是这套房子，我那时候没什么钱，那房子租的都已经快要出新城了。不对呀，以你饶姐姐的性格，不应该是在房租上跟房东硬刚，然后把小偷堵到墙角报警。厨房锁惹你不开心，你就直接把整个门给劈了，跟锁陪葬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那是我刚独居的时候，好吗？刚独居。再说了，谁天生强势百毒不侵？我不也是这么多年自己过来才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干嘛跟我说这些啊？没干嘛。那你刚才在那儿不是跟我唠叨吗？那我也就跟你唠叨两句呗。就是你刚才在唠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在想，这些年我大把的时间不是用在工作上，就是用在游戏人生啊。那我想我的生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有一个值得信任、相互依靠的伴侣，回家有一盏灯，永远有热的饭菜在等你，是不是也挺好？等会儿，说清楚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准备认真谈一场恋爱，但是我们会不会有结果，还要看你表现。我会让你失望的。唯一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下班啊？正式上班感觉怎么样啊？挺有意思的。哎，你来路上看见那个鸭脖店了吗？嗯，在哪儿？就出门右拐那家。哦，100年老字号，天天排长队。旁边呢新开了一家美甲店，新开的，很招女孩喜欢。嗯，这2家老板呀，天天围着门口1亩3分地儿，天天吵，吵得不可开交。今天呢吵到我们出警了。真假的？还有这个，这么严重？我看，小狗，这狗也是你们的案子啊？可不。人民群众在生活里遇到各种问题都会找我们，小到违规装修、邻居吵架，大到齐老板被股民威胁泼硫酸。我这回长见识了，还挺有模有样的哈。看来你们这工作还挺饱和的嘛。那你更要强身健体，增强体质。这样，周末我们一块去运动呗？可以啊。什么运动？我有个朋友呢，新开了一个翻板俱乐部，
就在新城的海域，特别好玩。到时候你陪我一块去啊。参加这种活动是不是得提前交费啊？多少钱？我找给你。没多少钱，我到时候一起付了就行。是不是又忘了？说好了不花你的钱呢？多少钱？这个翻本俱乐部吧，他是要请私教1对1的那种。6000块。我知道你不想花我爸的钱，我这次就当，我先借给你，等你发工资了，你再请我玩别的，好不好呢？伟一，这不是借钱还钱的问题，是咱们两个经济差距带来消费观的问题。咱们俩都快30了，总不能一直玩吧？是不是得想想以后？我是想把省下的钱攒一攒，等到时候咱俩想买房还贷款的压力是不是可以小一点？你为什么又扯上未来啊、房子啊这些？我们难道因为未来啊、房子这些要牺牲掉现在的快乐吗？我有钱，我为什么要斤斤计较，想着怎么去花钱呀？这多没意思啊，生活过的。我就想让你陪我去玩个翻版而已。你倒好，在这什么上纲上线，扯什么经济能力、消费观。你要不想玩，你可以直说。我没有说不想玩，我没有非要你陪，我自己也可以去。伟一，伟一，谢谢。唯一，你明天还来吗？没事就来呗，我感觉这个运动还挺好玩的。是吧？那你要不要跟我拼下装备？它是一个大礼包，它里面有一个翻面、3节细桅杆、翻杆、起翻绳。反正啊，新手需要的装备它全都有，2个人成团打8折，只要4800。咱们俩都快30了，总不能一直玩吧？是不是得想想以后？我是想把省下的钱攒一攒，等到时候咱俩想买房还贷款的压力是不是可以小一点？先不买了，等我确定我自己真的喜欢，我再买。好吧，那我再问问别人。拜拜，拜拜。都一整天了，连个消息都没有。总不至于真的要因为钱这点破事跟我分手吧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越来越多这些小事儿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。行，齐豫，既然你不来找我，那我就去找你。说好一块开黑的，装备打下来卖了，1000评分，大家平分。哎，你说，现在怎么回事？别动手啊！你俩先过来待一会儿来。搞清楚各自诉求，明白吗？不借吧？那你跟我说吗？冷静一下啊！跟我说会不借吗？那钱是不是也有我的一部分？是不是也有我的一部分？什么情况？我哪里不可理喻了？你就是不可理喻。那我为什么这个都要跟你说？哎，这是我们共同的钱呢，那你跟我说一声，我会不借吗？兄弟，说白了会儿好不好？尊重我没有？近点，近点，好好说。这点钱不重要吗？你说借就借，那是不是跟我说一下？那我不是来不及吗？警察同志，我儿子摸黑啊，把我的橙汁偷走这个事儿啊，你们到底管不管？管不管？肯定管。把电话先写一下啊。好。哎，那警察同志，你说我该借吗？一天没吃饭。哦，今天没抽出空，太忙了。本来我今天是白班的，然后想着下周去接你，结果换班的时候，我同事妈妈突然脑梗住院了，我就留下替了，没生气吧？没事儿。我不知道，原来你这工作这么辛苦。你今天是碰上了，赶上人最多的时候，平时人没这么多。赚钱真不容易啊！赚钱嘛，肯定不容易。不过为人民服务吧，还挺有成就感的。忙是忙点儿，不过心里特踏实，感觉干事儿了。那就好。我虽然也是拿工资，有工作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靠那3000块钱而活。每次都是有多少钱花多少，也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。
对不起啊，我之前总是按照我的标准去要求你，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维尼，你别这么讲，其实我今天去完翻版了，我玩了一圈之后，发现好像那玩意儿也没什么意思。之前的皮鞋，还有这次的翻版，其实都是我自作主张强加给你的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事儿确实是我不对。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咱俩商量着来呗。行。小齐，哎，等我一下。来了。7天换白，自信回来。好来超白系列牙膏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其实贾教授答应作为财务专家加入之后啊，夏总明显变得更有兴趣了。我们也已经约好5天之后再去面谈。太好了！你昨晚说夏总态度有所转变啊，总行领导高度重视，要我传话给你，说行里呢会安排所有相关部门鼎力配合这次对接，协助最优方案落地。领导的原话是这样：牢抓机遇，全力以赴，懂吗？明白。老师你也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促成这次合作。说好的一起送榜的啊，他是真的一点武德都不讲，还把那个什么自己的导师给整过来了，干嘛呢这是啊？在我面前炫耀他上的学校比我好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邢总别生气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最后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。我这两天一直在想，这提前放弃维 G 公司这个项目，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？是啊，如果当初咱们也找一个切入点的话，那现在的风光就都是咱们2部的了。喂，老张，小道消息，那我肯定要听一听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我老邢绝不是轻言放弃的人。我说不行的事情，那天王老子来了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来。行，啊，谢谢啊，老张啊，哎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哎，好嘞。邢总，什么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呗？还真被你给说准了。维 G 公司海外事业部的负责人要辞职，这夏明瑞啊要紧急过去处理，后天就走。这2天他的行程安排的是满满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见那季玉恒的小子。这么看来，季玉恒的心心念念的会面，怕是要泡汤喽。这个夏明瑞1年大半的时间都在国外，这一去，还真不知道他要待到什么时候。哎，你说他要是这一待2、3个月，那融资这事儿可能就会黄啊。是啊，咱们干销售这么多年，最忌讳一个词就是迟则生变。领导好不容易才约到的，现在说不定心里边已经急成什么样了。干嘛去？出去走走。一块儿去呗。哎，等我一会儿。小宁，你觉得你现在进去能帮到他什么？前2天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2个，而且去京海出差的时候，你跟过去了吧？我知道你对他有意思，他现在只是因为阿姨去世伤心，被你趁虚而入了。你该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他会喜欢上你吧？
我可以为了和他在一起离开戴尔文，你敢吗？行，稍后我再回给你。请记得进门之前先敲门。师哥，有什么事吗？维基的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我爸最近跟维基搭上了关系，我可以让你见到他。我爸投资的公司最近在帮维基在新城的子公司做上市，夏明瑞去美国之前都会跟他们在一起。条件是什么？我提什么条件，你都会答应吗？职权范围里的，我一定会认真考量。我无权应允你的，可以上报给行内。跟工作无关。师哥，我知道前段时间因为阿姨的事情，你状态很差，需要人关心，需要人陪，这才让涂小宁钻了空子。这我都可以理解。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难道还要纠缠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关系里面吗？他帮不上你任何忙，而且你们的关系如果闹到行里，只会成为丑闻，影响你的前途。离开涂小宁，我就这一个条件，如果你可以做到，我保证让你见到夏明瑞，而且你需要的其他人脉关系，我也都会想办法。维记公司的事情，我会自己来解决。我谢谢你的好意。师哥，你是聪明人，现在正是应聘新行长的关键时期。如果这次失败了，之后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，你别后悔。唐映辉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你在工作场合下谈论我的私人问题。公私不分是职场的大忌，我相信你很清楚。出去。不会真的有人以为，在办公室搞这种偷偷摸摸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会有什么好结果吧？说谁呢？这是？说谁谁知道，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到底能不能承担得了？他知道了。小唐这是怎么了？突然说一些奇奇怪怪、有一搭没一搭的。谁知道啊？哎，这几天一直都这样，跟吃了火药似的。他不会是知道咱俩的事儿了吧？他跟领导说了？看你这点心理素质，要是怕的话，现在掰了算了。掰了？什么掰了？掰什么了？李总，咱们这个项目谈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不能说掰就掰吧。这样吧，下班一起吃个饭。乖乖，你也奇奇怪怪的，大早上。你真别担心了，他不还没把事儿捅出去吗？而且他不是对你们家季总有意思，要是现在这事儿真捅得鱼死网破，季宇航能对他有好脸色，我看他也不傻。可是我们俩不敢赌啊，尤其是他。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他这半年过得太不容易了，好不容易各方面都有点起色，我不希望他因为这个事情再受牵连。那如果他真拿这事威胁你，让你们分手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行。那不就得了？
只要你俩有共同战胜困难的决心，双向奔赴，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嗯，确实有被这种恋爱脑思路治愈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要是我知道你们这么想去见那个什么夏明瑞，我昨晚就把他堵在金陵轩门口了。你昨晚见到他了？嗯，昨晚我爸在金陵轩喝多了，我去接的他。我当时在那个门口就看到他和那个耿念一上了同一辆车，这两人肯定有问题。耿念一，是那个耿念一吗？就是啊。啊，她不是结婚了吗？不是传说她嫁了一个神秘男人什么的？你怎么知道那个神秘男人就不是夏明瑞啊？金陵轩这种场合，要不是有人介意，连停车场都进不去，可能只是没有被拍到过而已。你确定你没搞错啊？反正呢，他们当时举止特别的亲密，如果不是夫妻，那更有问题。魏一，我刚领到工资了，打算去附近的超市买点东西，你一起吗？去吧。他晚上要值班，如果中午不见面，恐怕今天又见不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赶紧去吧，省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。那是，谁叫我现在拥有世界上最甜蜜美好的爱情呢？就算了，赶紧走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香薰得拿俩，这个啊能够提升家庭的氛围感。水壶也得来呀，平时得多养养生。哎，我家用的就是这种多巴胺色系，看着让人心情比较好。你选一家看颜色是吧？质量也很好的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心里绷着跟闲呢，都买的是生活必需品。行，这种也得来。一般衬衣啊，得用这个量才不会皱。警察先生以后的衣服呢，一定是又干净又平整，不然皱皱巴巴的可没有威严。拿了。走。还去买点什么呢？洗衣液好像也没买。我家的洗衣液特别好用，留香时间长，很清新。我赶紧问一下阿姨是什么牌子。知道了，走吧。一共是1385元，您怎么支付呢？等会儿，这么点东西要1300多，这香薰还有这毛巾，我不要了，退了吧。哦，那个先别退，魏烨，你喜欢的话就留下，我刷信用卡就行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两样东西我确实也不太用得到，退了。好了，现在一共是1160元，我扫你。还要1100多？好，可以了。我第一次看购物小票，原来这个洗衣凝珠这么贵啊！没事儿，这些够用小半年。还有这筷子，就这么几双，为什么要40块钱？那我还不如用外卖那一次性筷子呢。不重要，这不是环保吗？原来钱这么不经花呀，感觉也没买什么呀。可是你试用期1/3的工资就没了。你买的呢都是生活必需品，况且我也没什么花钱地方，剩下的工资够用。剩下的钱呢，说不定还能攒一攒呢。我心疼。这有什么心疼的？我没事儿。心疼钱。原来心疼钱是这种感觉。耿小姐你好，
很冒昧打扰您。不行，他每天见那么多人，说不定早就忘了我是谁了。耿小姐您好，我是涂晓宁，戴瑞银行的客户经理，我们在展销会上见过面，很冒昧打扰您。您今天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见一面吗？来这儿吧。出去啊？小赵哥，帮我打个外勤，我见客户。好。耿小姐你好，坐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喝点什么？啊，不用了，给他来一杯香蕉牛奶吧。好的。谢谢，是我应该谢你才对。上次多出来的钱你也没有收，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真诚的感谢你一下。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欠别人人情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再真诚的感谢你一下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耿小姐，这钱我真的不能收。那涂小姐，你想要什么呢？如果你什么都不要，就不会主动约我了。你先去外面等我吧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说了。耿小姐，我想麻烦您安排戴瑞的季玉恒跟夏总见一面。京海旅游第2天，今天就去清北大学沾染一下学霸的气息吧。老季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啊！你说你今天一大早起来又是洗头又是捯饬自己，搞得跟那开屏的孔雀似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妹子了？别闹！不想当孤家寡人啦？哎，同学，等一下。小心！谢谢。你刚刚叫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什么，认错人了。啊，走吧。哎呀，没事吧，阿曼？吓死我了！没事。怎么回事这是？都谁那么缺德？大白天的。计划总没变化快。京海，下次见喽。你咋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啊。夜色吞没黄花，只剩影子紧跟。你是那盏灯我的路灯，你身后的光束让撩动的空气升温，时间好像停顿，把此刻私藏拥有。My feelings for you，just like the rain， 潮湿又热烈的落下来。Oh baby，my heart belongs。
寂静的